嗨，好久没录会员节目了，我尊贵的会员大大们，今天咱们录一期会员节目吧。然后我们今天喝气泡水，最近我要少饮酒。气泡水是我们自己打的哟，不是我上次直播的时候用的那个，我说长得很复古的那个简易的气泡水机器，因为那个被我退了，那个真的不好用，因为它每打一瓶水，它都用一个小的那个蛋，是很方便，可以带去房车用，但是呢，那个气蛋打出来的水，第一不好喝，第二那个瓶子漏水，所以我又买了一个新的打气泡的机器，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我非常喜欢它，它的颜值非常高，听起来像个广告，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广告。好，我们今天你这气儿是不是打多了？它怎么一直在往上冒？一直在冒。对，我刚才打了3下。气泡水，尝尝。呵，这个气泡太猛了。我觉得你气儿打多了吧？太足了，这个气泡。对，我可能应该摁一下，我摁了3下。有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用起来也很酷。然后我们吃这个。这个真是气泡水啊！气泡水，这个是真是气加泡的水。你看一直在往上，不停的在。对，不停的在往上长泡泡。这个喝起来是有点那种拉舌头的那种感觉。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来，富贵，我们先分给富贵一个 cheese 上面裹着火腿的。谢谢。不客气。最近不是刘若英导了一个剧特别火嘛，叫《忘了我记得》。就刘若英这个剧呢，现在被一个台湾的作家叫唐默说是抄袭2017年的一个美剧，从穿着婚纱讲脱口秀啊，各种剧情啊都是抄袭的。然后呢，奈飞因为这个剧是在奈飞特别火的一个剧，所以奈飞在24小时之内发表了一个委婉且坚定的回复，请富贵给我们说一下他回复的啥。他回复的说是很感谢观众把这部全新的影集和其他优秀作品连接。该剧从前期到后期都保有原创精神。我觉得这个话说了就是废话，就官方的一个回应嘛。对，但是呢，的确人家制片方制作方晒出了很多就是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证据啊。我觉得呢，抄袭可耻，但是抄袭的这个界限我觉得是很明朗很明确的，就是你原封不动的搬上来，它有一个百分比嘛，那是抄袭。像咱们小时候写论文不都，你知道导师都会在网上查，就是相似度。对，相似度，那个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比例的。但是如果说你站在伟大作品，就是经典作品，或者是不管是音乐呀，或者是写作啊，或者是电影啊、影集啊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加一个更好的一个创作和发挥，其实我觉得不可耻。我觉得就是抄袭非常可耻，但是很多时候借鉴其实不可耻，因为像做创作的人，不管是作家还是音乐家、导演啊，你必须每天要看很多大量的就是优秀的作品，你才能去从中学习，从中借鉴，从中就找取灵感嘛。我觉得就单纯的就凭着一两个镜头啊，或者是怎么去说这个抄袭，我觉得有点过重了。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道德标准。道德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作品都有这个抄袭的这个嫌疑。连周杰伦的新歌，各个每年新歌不都能陷入一个抄袭风波吗？对，因为但是你说周杰伦他会去抄袭别人吗？不，你只是说他火了，他才有人把这个东西去跟另外一个东西给，就像奈飞说的连接起来。当你没火的时候，其实也没人提这个事情。我觉得抄袭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道德标准的一个事情，就是关键是你怎么抄袭。你如果说你把，比如说一个优秀作品，你把它的某一场戏、某一个人物的服装，这一场戏的服装啊，什么这个场景啊，包括台词啊，你原封不动的把这场戏搬到你的作品里边，你只是换了个面孔，那这个就属于原封不动的抄袭。那这种抄袭呢，其实它还没有触碰到就是法律那个层面的侵权，因为只是一个场景。对，它只是一场戏，因为它的法律层面它是有一个百分比的，你达到多少的时候，那你就是抄袭了。
那这个抄袭你就触犯到法律的范围之内了。你很多包括你很多音乐作品，你看你有时候听歌的时候，你会听着，比如说一个旋律，你听着听着听着你就哼，听过，你不是你哼，你会哼出来另外一个歌，后来你发现听着听着不是，那其实它就是抄袭了某些作品的几个小节去抄袭过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而且你知道在大陆创作剧本啊，就因为大陆创作剧本都是一个团队，比如说我想出一个选题，比如是一个爱情剧，或者说是一个什么职场剧，那我啪把这个梗概写出来了，梗概写出来以后呢，它会有个对标作品，比如说它对标韩国的某某作品，对标日剧的某某作品，对标美剧的某某作品，但这个某某作品一定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好看的作品，对。但这个东西呢，并不是给观众看的，是给内部创作者整个这个团队看的。也就是说，他会告诉别人说，我们将来团队创作出来一个作品，就跟这个剧是类似的。但是当你编剧，你把对标的东西摆在这儿的时候，你不自然的，因为你一定很熟悉那个剧的整个内容嘛，所以你很不自然的，你就会某些场景、某些东西，你会借鉴过来。但是我觉得借鉴过来呢，你是要把它，你去发挥。你不能说你借鉴过来你就把它放在这儿了，而是你把它借鉴过来以后，你要把它用你的想法融入进去，你再把它艺术加工出来，那就是一个新的东西了。但是我确实经历过，就是有些时候有些导演拍戏，就是现场觉得这场戏怎么拍啊，怎么拍不知道怎么拍，后来偷演员说，哎，你看那个剧某个比如美剧那个是怎么拍的，那导演想算了就这么拍吧，就按照原封不动把这拍过来了。就拍摄方法、拍摄手法，因为每一个导演、每一个编剧，他的这个脑子里的东西容量是有限的，他一定是看了大量的优秀东西，他才有这些想法，有这些灵感。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说到底算不算抄袭？对，你说到底算不算一个就是可耻的呀，或者不可耻，或者值不值得，就是把它真的当一个事儿提出来。因为就像奈飞说的，这个剧从前期到后期，它都保有原创精神。那这个东西它肯定是有原创精神，它要没有原创精神，那就是盗版了，那就不是一个抄袭的一个事情了。就现在就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流行音乐越来越多，然后影集越来越多，电影越来越多。你说咱们人生中发生的事儿，场景就都差不多。其实你说离婚出轨，那你不能说我拍的这个离婚出轨就抄袭了其他这个剧情，那都是俩人就离婚出轨，都是这种，对吧？你不能说谁抄袭了谁，因为就咱这个事儿能发生的事儿就这么些。我觉得如果是能把它的这些剧情能做一个升华，做一个发扬，其实就不算抄袭。你像影视作品，你还没有一个界定标准，就是你什么样算抄袭了，什么样算没抄袭。但你看音乐就有个特点，你看其实有时候咱们吃饭的时候看那个 YouTube 那些电视剧，别提了。我们今天为什么就是突然间说起这个事儿来？因为我们经常在 YouTube 上看就大陆的一些电视剧，吃饭的时候看，就是只能吃饭的时候看，就因为然后大陆的电视剧就只能不认真的时候看。那叫什么电子榨菜嘛？电子榨菜，对，就只能下饭，因为你要认真看的话，我觉得是浪费时间。但是呢，你要是在吃饭的时候看一部好的剧，或者是看一个需要动脑子、认真的去看的剧，你又没有办法好好吃饭。所以我觉得其实电子榨菜还是看像咱们的节目，你当电子榨菜吧。我也是电子榨菜。对，你就点击不需要您去思考，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没有，我们看大陆的剧的时候，很多都会就是一整片就没有声音。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有音乐版权的问题嘛。YouTube 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因为我的所有音乐都是有版权的，我都是在一个网站上买的嘛。但是有的时候它会检测不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跟我说你这一段音乐几分钟到几分钟有版权问题，然后你要不你就和你这个版权的公司去联系，要不然你就把这一整段就是 mute 掉，就它就是你上传以后，它就可以自动给你把这一段给消声，
而且他写的很清楚，就是你这个作品是归哪公司的，对，什么什么作品，什么而且你是比如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对，是人家东西。YouTube 它会自己给你选项，你要不然就 mute 掉，要不然就是剪掉，要不然就是你和这个版权公司沟通，然后要不然就是好像和分账吧，现在有一个就是和这个版权人分账，对，来分这个钱。然后呢，在 YouTube 上就是这些大陆的电视剧就很多，就是一长段都是没有声音的，它剧情它不给你剪掉，它选的是就整个没声音。然后这个我经历过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以前大概是2010几年吧，2012年13年拍的一个电视剧，当时呢那个时候咱还不知道 YouTube 这个事儿呢，你知道吧？当时拍个电视剧，然后找的一个做音乐的人，当时觉得哎呀他音乐做得好啊，就感觉听着哎呀就感觉大气很好莱坞的音乐感觉啊，而且还便宜。当时我记得因为一般做一个电视剧的音乐都要花掉差不多那个时候2012年13年都要花到差不多30到50万人民币嘛，整个一部电视剧的音乐，当时好像那个音乐才花了好像10万块钱人民币。完蛋！你想10万块钱能做出这么好的音乐，这个音乐人挺牛逼的啊。你当时不知道？当时不知道嘛。后来过了几年以后，别人把它买走了嘛，把海外版权买走了，在 YouTube 上放，一放才知道。你知道那个一个电视剧下来，人家后来给我截图看，那一个电视剧就整个这个电视剧好像是40集吧，就39集都有版权主张。就是它里的音乐人都会给你写了，这出自于比如说是美国什么什么公司的什么什么音乐，什么什么公司，哇，那个音乐都很大气的，你知道，都是好莱坞音乐，因为咱们也不可能知道，比如某段音乐是谁，不像一歌你知道，他肯定是有自己一个库，对，就是他作为做音乐的，然后他就有自己一个，比如说快乐的音乐的库，什么悲伤的库，然后悠扬的库，这种库，然后他就往上拽。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制片方是不知道哪一个是谁的版权，除非你是现在上了 YouTube 以后，你才知道。它是一个战争戏嘛，战争戏的音乐都特别庞大嘛。我跟你讲，它只有除了主题歌是他自己创作的，剩下所有音乐全是偷人家的。那个就是偷人家的了，一点不夸张，就是偷人家的。那就是完全抄袭，就是完全就是整个放进去。所以这10万块钱别看便宜。他挣了9万，他就1万块钱创作了一首主题歌。对，所以 YouTube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滤镜，照妖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照妖镜。就是你现在就知道了，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你拍个作品，比如音乐人把作品给你了，你先把它传一下 YouTube 传一下，你就知道他音乐是不是原创，对，是不是有侵权的。对，所以我今天看中午我俩吃饭的时候就看这剧，越看越气，越看越气。就以45分钟的剧，他妈的得有40分钟，也不至于40分钟吧。他是一节一节，他就连那种烘托情绪的那种音乐，他都用，他都是那种就是有版权的，所以就是一到激动的时候，一到要有剧情推进的时候就没声音了，整个就没声音了，所以我就看得特生气。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做音乐的朋友，他在美国上的学，然后他音乐做的特别棒，然后他现在在国内的一个就是剧组那个电视剧，做了一段就是特别好听的主题曲，发在那个微信朋友圈。然后我一听那音乐，我就觉得那首歌主题曲简直太好听了，我就给他回我说一定要注册版权，我说一定要注册版权，你所有的几秒钟的音乐你一定都要把它注册上版权。他给我回了说一定，我懂。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版权意识很重要，就是对，因为现在你版权注册很重要，包括你的影视作品，包括你的音乐，国际都有版权认证嘛。对，我跟你讲，这就让我想到就是前一阵子经历的一个事儿，就是当时其实也是10几年以前的一个电视剧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了。当时那个电视剧好像是卖给国内的一个还是1线电视台的1线的大电视台，大家自行想象，大1线城市啊，就非常大的1线城市。他们当时买的，因为电视台都是买这种3年的播映权嘛，那他早就过了，因为整个这个电视剧都已经10几年以前的事儿了，他其实播映权早就过了。但是他们这个大1线电视台呢，他们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官方频道，就是官方电视剧频道，他就把这个电视剧呢放在这个官方电视剧频道了，那我们就发现了嘛，发现以后那就明显侵权了嘛，对，就这个就因为已经过了，这个就不是说什么抄袭，这个就是盗版了，就是绝对是盗版的事儿了，然后当时呢，就像 YouTube 提了一个这个版权主张以后呢，然后就给 YouTube 提供了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版权证明这个版权是我们自己的。YouTube 都是电脑机器人回复嘛，就是他就给回复了，说回复就是我们多少天之内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也确实因为这个大一线电视台的这个官方频道就跟我们联系了，就是说这个事儿，说我们希望呢，说咱们商议解决。就是因为 YouTube 给他一个时间线，就是你要在某年某月之前，他要给一个解决方案，要不就给他这个下架了。然后他呢就在这个时间线，确实在这个但时间很短，好像就3天还是几天，5天的时间。他在这个之前就跟我们联系了，联系以后呢，他们就提出一个方案，说我们就不然就我们就购买这个版权的方式，我们就不下架了，就把它购买方式。那我们开了一个价钱，他说了个价钱，这两个相差了10倍。那不可能嘛，就是那你说你像打发要饭似的，你给点钱，那你不可能嘛，因为就你本身你干这个事儿行为已经很可耻了，对，你还要提出来说我们就这个，那你别看你是什么大一线电视台，那我们谁认识你是谁呀？就谁管你啊？你侵权就是侵权，盗版就盗版了。那我们就没有同意，以后呢，他在那个最后一刻的时间线，他没有下架，但是我们之前呢是把它给录屏了，就是在美国给它录屏了，把它这个截图都给录下来了。然后呢，他在那个时间没有下架的时候呢 ，YouTube 把他这个频道给关掉了。因为他没有处理，而且他也没有得到，因为 YouTube 在问我们说他们是不是跟你们解决了？是吗？对 ，YouTube 都电脑机器人问我们，我们就没回复，等于在这个时间他没有做到这个下架，所以 YouTube 就把他整个频道关掉了。现在这频道就不在了。没有，他后来自己又开了个他们官方频道嘛，就是之前那个频道就没有了。对，没有了。然后，但这个事儿呢，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发生了，那你已经侵我权了嘛，那我就要提出索赔的问题了，因为肯定是涉及到法律层面了嘛。我们第一步是找的美国的律师，美国律师呢，他首先说，因为这个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首先他让我们在国际版权上先注册，他就给我们在国际版权注册了一圈，花了好像也是$2000吧，多少钱？反正就一集好像是几十块钱、100块钱，注册了。注册以后呢，他把这些所有的截图拿过来以后呢，你知道美国律师打官司就是都是按小时收费，就很贵的嘛。当时美国律师是先给 YouTube 发了一个律师函，但 YouTube 根本就不搭理你，就是 YouTube 这么大的一个庞大公司，他根本不搭理你这个律师函的事儿，根本就没人回复你。没人回复呢，但是美国律师呢就是认为说这个案子必须在美国起诉，但是美国起诉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大一线的官方频道它没有在美国没有地址，因为美国诉讼你是要送达嘛，送达不了，它这个东西就不成立，所以你在美国就没有办法诉讼。那好，那我们就拿到中国，还在那个国家版权局什么投诉啊，什么这个国联总局投诉啊，就是各种反正就给他各种发东西，就是给他压力嘛，就是逼他你要赔偿我们嘛，因为毕竟我们在美国打官司的时候就找律师的时候已经开始花成本了嘛。中国律师呢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法取证，因为中国法律不承认美国的证据，这是其一。那中国的取证呢，必须就是他要求不是说你律师就可以取证，你要在公证处去把这个东西去录屏去公证。但是呢，又存在了一个问题 ，YouTube 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 YouTube 你在中国，如果你看 YouTube， 其实是违反一些法律法规的问题的，你是不能看这个 YouTube 的。那就变成了，我如果说我公证处我要给你去翻墙看 YouTube， 那我公证处就是违法了呀，我就没法给你取一个证嘛，我没法给你取一个证。那即便你就是说你有这个证据了，你到法院也不会受理，因为你这个 YouTube 平台就跟你中国的法官说 YouTube 是什么东西啊，他也没看过呀，他都不知道 YouTube 就是你不是在中国被官方承认的一个平台，所以根本在中国就不可能去诉讼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事情延伸到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在 YouTube 上，如果2个中国籍的博主发生了纠纷，他在中国是不能立案的，是不能诉讼的。你说的直白吗？我说的太直白了吗？你说的直白吗？就是不用吧？不用吗？拜拜。YouTube 这个事儿管不了，中国的法律也管不了。拜拜。严肃，拜拜。